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26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AMD 如期上涨，到达166的目标价位，接下来怎么看呢？特斯拉财报后大跌，没想到是把握超跌反弹的绝佳时机，恭喜抄底特斯拉的同学。蛇口本周保持调整，目前还未有启动迹象，设置好止损位，等待市场的选择。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07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有关于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还是会通过 K 线以及浪形来讲一下目前的市场从短线以及在空间上如何去看待。那我们在第二点也会讲到有关下周周一你要关注的短线支撑和压力位具体是哪个价位。在了解了指数环境之后，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关个股的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LTR、Coin、APP、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的个股标的，他们短线和波段上的一个策略。其中呢有一些重点要提及，第一个就是 Coin 和 MSTR。我们之前呢一直认为处于调整周期，那么现在他们来到了重要的支撑，有可能在下周会以一根止跌阳线开始我们再一次的上涨，所以 Coin 和 MSTR 我们需要去重点短线上可以去关注。其次呢就是已经处于上涨的个股，比如说特斯拉，我们在昨天的盘前以及呢在昨天的财神频道当中都有去反复提及，它处于一个大跌之后的买点。那么这一个买点之后出现了短线不错的一个上涨，那么现在它究竟是持续能够延续看涨，亦或者这就是一个超跌反弹，还要小心获利兑现。包括 AMD 也是如此的，在强势的波段再启动之后，它来到了目标位，那么在压力位上出现冲高回落，而目前又怎么去看待？那么等等呢，不管是还未启动，可能接近启动，亦或者是我们建仓完毕而等待上涨，又或者是波段出现了上涨，而目前如何去止盈，或者说如何去重新加仓，那么等等问题会在本期视频会去进行讲解到。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阿哲在正式开始本期内容之前，要做一个温馨提醒。您会看到本期的视频其实所覆盖的一个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阿哲的视频平时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于观看一个长视频，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下方的播放按钮，而后打开这一个三角。在里面，阿哲是把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都整理成了时间轴，一一去对应。那么您点击最想要观看的那一个内容，就会快速的跳转。希望这一个设置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解决您的部分观看烦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今天的正式内容。在讲解浪形之前，我们再看一下 K 线方面，是不是在上期视频我们再次讲到了一个防守阴的买点？所谓的防守阴其实很简单，在一个强势上涨当中，你可能会经常出现，并且也经常可以以此呢去在半途去上车。所谓的防守阴其实就是一个强势的上涨当中所出现的每一次强势的反向的下跌，也就是说多头明明很强，但是偶尔会出现那么一两次的空头的一个突然反攻，那种 K 线有时候它可能是砸盘和洗盘行为。那么怎么去定义这种强势上涨时它的一个反攻的空方强势动作？就是有那么一根阴线，高点呢比昨天的阳线高点是不创新高的，而后它的收盘价比阳线的最低价格反而创出了低点，也就是说收低而后不创新高，这样的一个阴线它就是防守阴线，而它的高点只要能被快速的短期的突破，它就说明这是一个上涨当中的砸盘现象，那么重新修复则重新能够看涨。我们是不是在最近的这波上涨当中有讲过3次出现防守阴线的买点？第一次呢是这根阳线，而后是这根阳线，包括最近我们本周的就是这根阳线。每一次突破之后，不能说它会立马暴涨，但是突破之后，只要它守住防守阴，它的一个防守线，是不是它都有短线或多或少的一个波幅的利润？那么目前从短线来看，其实防守阴的高点它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当前的价格已经往上波动了一段时间。如果说我短线买进了，好，等它跌回来，我再去防守，再去止盈，就肯定不对，因为跌回来的时候，你可能就被套住了。所以很多时候防守阴真的产生了上涨，已经有所获利了，你要去寻找的就是一些其他更加具体的个股的获利手段。稍后我们在短线的解析当中也会讲到，目前你要关注哪个支撑位。现在我们看到纳指的浪形，在纳斯达克的浪形走势当中，阿哲目前还是处于五浪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从前期的这个市浪低点走到目前为止是一个五浪的运行。
那么只要是五浪运行，我们就会知道它肯定呢是会后续有一个比较深幅的调整，这个调整的力度肯定比之前你所遇到的这一次次的调整都要够深。那么这个调整出现之前，我们肯定要是有所防范，所以这个五浪越是往上走，你的仓位肯定不能越买越多，这是一个明确的提醒。那么在这种调整出现之前，又鉴于目前的趋势比较强劲，我们可以走一步的看一步，只要它没有明确的反转信号，只要它每次的防守阴还能被突破，那你可以认为它还保持五浪的上行，高点还没有出现。那么在五浪空间的压力测算当中，我们是有给到了几个点位，是不是三浪是一个明显延长的情况下，阿哲有讲到一浪和五浪有一个位置上的关系，就是斐波那契的比例关系，它有可能是 0.382， 有可能是 0.5， 也有可能是 0.618， 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每次到达一个价位，你就要去关注了。像前期到达了第一个 0.382 的时候，它是不是出现了震荡？但是防守阴呢产生而后能被突破，所以下一个目标就看到了我们 0.5 的空间价位， 0.5 的位置也出现了震荡，也出现了防守阴，还是被突破。所以当下来讲，阿哲认为他的下一目标应该是要往 0.618 21,289.8 这个空间去挺进，能不能够走完呢？不一定，但是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强势的，我们可以以此作为目标去跟随。而至于它究竟能不能走到哪一步，你就要关注好短线上的多空它的变化。等一下在红绿灯在日内的短线多空支撑当中，我们去讲到这一点。而同时我们看到昨天7月25号的盘前解析，在市场出现了一个决策假阴之后，我们的防守位在日线上要有所抬高这可以做一个防守位。昨天呢也没有跌破，所以继续的看涨。那么30分钟上更小级别，我们更容易发现日线的提前走弱。30分钟呢，已经要去关注一下，可能会出现黄 K 的一些防守。30分钟它目前的趋势是多头的紫色飘带、紫色支撑，这里我们详细去讲一讲。现在你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30分钟图表，在30分钟当中，你会看到这个彩虹带，黄色的带呢代表是一个空头的信号，而紫色带是一个多头趋势波段处于多头的信号。所以目前的30分钟的纳斯达克指数，它的30分钟是属于中短期波段向上的，而这一个波段只要还未被跌破支撑，目前就还是以30分钟波段上涨来对待。所以趋势来看，目前是不是还没有问题？像在周五最后的30分钟的一个调整当中，是不是产生了一个对于飘带的回踩？但是目前回踩呢也没有跌破，飘带还是有支撑的。因为黄 K 出现的时候，它说明当前的短线上涨，因为是30分钟嘛，所以是短线上涨，它呢处于一个当前图表的一个风险区域。那你会发现这根黄 K 之后，市场是不是处于震荡？那么这种调整的危机是强还是弱？你要关注黄 K 的低点会不会被跌破。那么只要不被跌破，这个支撑就是有效的。那么是不是这一波调整是没有去跌破它，所以这里没有问题，继续往上涨，这里是不是又出现了2根黄 K？ 那么当前的行情的调整是不是略微跌破了第一根黄 K？ 但是跌破的力度呢还不是很强，所以关注一下，我们在下周周一如果收盘价跌破了紫色带支撑，然后跌破了黄 K， 那么这里是不是调整的级别会变大？那么将会影响到日线的一个走势上涨。这也是为什么在昨天的盘前7月25号会讲到要关注一下日内黄 K 的防守，目前还不是有效跌破，小心周一出现持续的下破。至少从目前来看，30分钟的飘带支撑还是保持的，所以30分钟趋势目前依旧看涨。以上就是关于 K 线防守阴以及波浪浪形，我们进一步的去推进这个观点。阿哲在最近10几期视频当中也反复的去以这个方向去观察，也希望呢对您能够产生持续的帮助。那么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特别是财生朋友，那么记得为阿哲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上一个赞。而假如您的时间是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您在观看视频时，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同时，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在视频观看有所收获的情况下，阿哲也希望您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的符号，而您只要点开这个全部铃铛，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个观点，您都可以在发布之后可以第一位收到阿哲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支持。而关于订阅同学，阿哲也同样会准备一些小小的福利为大家去提供，比如说盘前解析，亦或者是一些内部的课程。如果大家有所需要，想要进一步学习，在订阅阿哲之后，也可以点击这一条链接，可以找到阿哲全网的唯一助教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是日内撑压。
所谓日内撑压，是阿哲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做的一个测算，会告诉大家在今天的日内盘中你要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位。不只是纳指会给到，后续的其他个股解析当中，阿哲最基本的分析都会给到大家，在下一个交易日，也就是周一的时候，你要关注它的哪一些支撑和压力价位。针对以上的标的，基本阿哲每一期视频都会进行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图板。在图板当中，你会看到的左侧的信息就是阿哲每天在美股开盘之前所发布的盘前解析了。只要您是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基本上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可以跟助教去领取到这一条盘前解析。我们看到昨天7月25号的，那么盘前解析一般会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指数的分析，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提及。而关于短线和波段的个股上的解析，在视频的下半部分，阿哲也会去详细讲解，所以这里呢，我们不再去赘述。而最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下方这里，在每一天的盘前解析的底下第3部分会讲到一些点位的判断。阿哲平时会给到的主要是纳指、特斯拉以及英伟达3个指数以及标的他们的一个判定。那么关于这些点位如何去使用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和给到的这个点位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如果收盘价是比这个高点的压力是高的，那么就说明它的多头是比较强，突破了日内的压力。反之，跌破了支撑，就说明空方比较强。那么这是短线的多空判定，你根据这个点位和每天的收盘，你会知道当前市场它的多空之间在短线趋势上它的一个运行是否在转换以及在持续。我们看到右侧的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看到很多 K 线底下其实会有一些红色和绿色的一个标记，这个阿哲叫做红绿灯。它的设计原理完全根据于阿哲刚才所讲到的这一部分内容。当市场出现了绿灯，就说明阿哲所给到的这个预测的压力是被突破的。反之，如果是红灯，则是支撑被跌破了。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是一天的多和一天的空，它们之间的关系了。有时候市场可能在震荡下行，或者说震荡上行，那么多空之间的转变可能会比较频繁，那么以此去操作可能只能小赚小亏。但是这一个红绿灯最主要的就是让你把握到短线强势时它的连续性的多头占优和空方占优。比如说在这一个绿灯开始，我们保持绿灯看涨的状态，那么只要转为绿灯，我们知道市场多头短期走强，那么你后续要关注的就是它只要持续走强，持续变强，那么你就不用担心，持续做多即可。所以从这一个绿灯到后续只要是无灯的、绿灯的，那么这一波都属于多头的一个行情。转为红灯开始，再开始减仓，再开始小心，而后续出现再次的绿灯，重新的看涨，红灯再次小心调整，绿灯再次转为上涨。而只要它保持绿灯持续，而后多头强势，那么像这种行情就是红绿灯我们主要去把握的一个利润空间了。而当这种连续的绿灯、连续的无灯之后，出现了再次的红灯，你再去相对的防范风险。那么在上一次出现了防守阴线突破之后，同时伴随着绿灯，这一天我们开始看涨，也是上期视频的一个观点。那么美股短线看涨，最近的3天时间，是不是它都没有再次出现红灯的迹象，依旧是绿灯和无灯？所以当前从红绿灯角度、多头的趋势角度，它在延续这一个多方的强势。而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它何时会再转为红灯。在转为红灯的时候，说明在右侧角度已经明显告诉我们空方又再次变强。而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再次去防守，等待再次绿灯产生，而再次的去看涨买入。所以在周一的时候关注2个点位，一个是预测低点21072.59，这个价位如果跌破就是一根红灯，而只要不跌破这个价位，周一只要在这之上收盘，不管是突破高点还是不突破高点，只要在这之上收盘，就依旧属于多方还是保持强势，我们保持看涨跟踪上涨即可。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一个观察角度，希望对您呢也能够提供部分的思考。那么关于这个点位，在后续的个股当中，我们也会不断的去提及，也会用这一个方式去跟踪很多个股的趋势走向，为大家去提供一种相对全新的短线趋势的研判方向和角度，希望对您是有所帮助的。而假如您想每天都得到这个点位，每天都能够跟阿哲一样去关注这种方式下的一个多空的转变，那么这里阿哲提醒一下，您必须得要先点击一下我们的订阅，成为订阅粉丝观众之后，
那么你要找到助教，除了刚才所讲到的，您点那个链接，您同时也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在这一条评论当中也同样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之后也可以找到助教。在找到助教之后，您需要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啊，一般您给他发送一个盘钱，或者说您是阿哲的订阅粉丝，那么都可以。他呢就会知道您需要的是我们的一个订阅粉丝福利了，他就会告诉您如何去领取每天的盘前解析。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除了盘前解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这是阿哲订阅粉丝观众所能得到的双重礼。福利一就是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每天阿哲都会去在美股开盘之前去更新。而福利二呢，将是一个进阶支持我们的内部直播。这两重福利都可以在大家找到助教之后，可以去申请加入我们的粉丝专享的 Telegram 的频道。而在频道当中，阿哲会在每天交易日的时候去分享这两重福利给到各位订阅粉丝同学。这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课表。在我们的 Telegram 学习频道当中，您是订阅粉丝同学，订阅阿哲之后，那么阿哲也会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一起为大家去制定更加优良、更加精彩的一个课程教学。只要您在频道当中，那么就能够接收到这些课程的听课链接，而这些课程都是私密的，您在公开频道是无法去接触和学习的。我们在8月份的第1周和第2周会举办一个高手集训营，让大家呢能在技术分析上由小白往高手方向去进行一个进展。那么每周会有5节课程，那么这5节课程都属于内部课，也都会在香港时间对应的上午10点去开展。而有些同学可能因为时差问题无法及时观看直播，所以每节课程都可以跟助教去领取回放，而后去认真的观看。那么希望在下个月开始的这2周课程能够让您真正的有所进展，也希望订阅阿哲同学每一天都有所进步。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刚才第1部分我们讲到了指数的环境，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更具体的关于个股的一个操作方面。因为在最近的市场走势当中，虽然整体是一个5浪强势的上涨，但你会发现不是所有个股都保持上涨，不是一个普涨行情，很多时候是轮动的，是一个相对分化的。所以我们在个股操作和选择当中，更多的还是要去找到同势股亦或者是强势股。所以在接下来的解析当中，我们更多的想要去发掘这些股票。而第一只个股，我们看到特斯拉在财报发布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是不是讲过空间图表当中的一个关键的第一个支撑位，就是在 1.382 和 1.5 倍的空间，以及 306.63。 那么这一波大幅的下跌之下，是不是基本上砸破了 306.63， 但是没有很明确的跌破，那么也相对收出了一个跟实体差不多等长的影线啊，有一定的止跌的意图。而在昨天周五的时候出现强势的仿包阳线，基本上回补了大部分的缺口，所以这呢又是一个超跌反弹。你会发现，当特斯拉出现明显下跌时，很多次都是买进的时机，不管是这一个大幅跳空，还是这一个大幅跳空，亦或者是之前的这根大阴线下砸，包括之前这一个位置和这些位置明显下跌时，是不是很多时候是一个寻找买入机会的时机？而这种买入时机，很多时候又会以一个仿包阳线去进行体现，不管是这里的仿包，还是这个地方的仿包，亦或者是这2根 K 线的仿包。像这里是不是也是仿包？虽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成功，但至少我们看到前期的好几次，也就只有这一次相对不太好，它回落了一下，略微的去回踩了一下，而其他的是不是仿包之后都有所再次的启动。所以我们看到在周五时的这根仿包的阳线，我们认为这里是一个启动点，那么也是有所依据的。那怎么样在这一天下跌时，你就能够去相对的去买进加仓？那么这一个操作是有一定的高难度的，不是说很多同学都能够做到。很多人可能是在这一天已经上涨了5个点，可能才发现它能够上涨，这个昨天的下跌是买入机会。那么这里呢，我们看下这位同学这位同学阿哲觉得是蛮厉害的，他呢就是属于在特斯拉下跌时还敢于去买进加仓的一位同学，也是呢我们的一位财生朋友。那么当时是在7月24号，那么特斯拉下跌大跌，很多人都很恐慌，包括这位同学也是一样的。他有讲到特斯拉如果今天收在306以下因为阿哲的上期视频就有讲过306是一个支撑嘛，那么收在这之下是不是应该清仓呢？那么阿哲也问了一下他的成本位大概是303，那么应该属于短线之前买进的。而阿哲给到的一个应对策略可能会比视频当中可能会更加的精确一点。那么我们这里讲到是可以看到305.65，
它的左边呢是属于神奇九转的1的低点，大家可以打开这个神奇九转看一下，刚好那个价位就是1号 K 线的最低点作为支撑。那么隔了一晚上之后，在7月25号的时候，那么也是特斯拉收盘了。这位同学呢也讲到了他的一些分析方案，就是特斯拉收盘在 305.3， 确实收在了 305.65 之下，但是他并没有减仓。那么原因有几个他呢有自己的主观的一个分析的思路了。那么第一点就是他认为这两个价位很相近基本上不算有效跌破，所以呢他把它当作是支撑有效来去看待。另外一点就是30分钟有白 K 的止跌，是不是跟阿哲昨天盘前讲到的一样？而他呢是提前去发现的，而阿哲呢是在复盘时给他去提出来的。那么这就是在盯盘的时候，他用这个白 K 和聚宝盆去提前发现的一个盘中信号。不只有白 K， 还有聚宝盆是低洼有绿柱有黄 K， 但没有跌破。而在60分钟有白 K 也有蓝 K， 也还是低洼也还是聚宝盆。那么因为种种的原因，所以他并没有去卖出特斯拉。在阿哲发布了一些分析之后呢，他反而讲到了昨天他不止没有卖，还去挡出的相对大胆的在尾盘去买多了一些特斯拉。他也是因为看到了日线级别的趋势没有破坏30分钟白 K 反而突破而后他去买进的。最后那么跟阿哲的想法基本一致。那么这位财神朋友基本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能够自己去主观分析，并且提前于阿哲能够找到一些关键点了。那么相信昨天的这波上涨也让部分能够如此去分析的财神同学能够有所盈利。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线资金和动能上也看一下特斯拉它接下来怎么去观察。关于这一个上涨时观察的角度，阿哲昨天的这个分析有讲到，更主要关注是什么？日线的紫色带会不会变压力，和30分钟能不能够回到170之上。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是否有突破压力。首先我们看到是特斯拉的30分钟，那么图中的白色均线它就是170天线，是不是昨天对于这个170天线突破还算是比较强劲的，突破了1根，突破了2根，然后还能继续往上突破，所以当前来讲对170呢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强劲的突破。在后续出现黄 K 的破位展开了一波调整，当调整的时候底下的中短波的一个趋势已经走好，所以紫色带在30分钟也形成了，所以这里支撑而后再次的启动，这里将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中短波的再次买点，它临近170，而这一波就很容易再次的上破，然后以这一个飘带作为止损，或者说以此呢作为第2次交易的止损。从前面这里是左侧白 K 突破而后看涨，那么回落飘带止跌，再一次有仿包阳线出现，而后再次的能够去看涨。所以30分钟目前的趋势在走好，只是170呢这个突破要在下周再去验证一下，30分钟170能够稳定的相对稳妥的站上。日线上呢它距离170就比较远了，所以这里呢先不看170，我们看一下这个飘带。这个飘带呢已经变成了紫色，但是它整体还是在往下走的，所以它这里呢会有一点点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在破位之后出现了反弹，反弹时遇到了下轨是收盘最后站上去的，但是遇到上轨呢冲高回落没能够站上。那么下周我们看一下，最好能够站回飘带，而后在飘带上运行，是震荡也好还是上涨也好，飘带要慢慢的往上去扩散产生支撑，这样的话这一波超跌反弹才会变成一个我们再次的回调启动点，所以这个压力位附近的表现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压力位具体的上轨它差不多是在 317.08 附近。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短线的红绿灯，红绿灯呢在这一波大跌时，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到它一定会变红灯，或者说大概率吧，不能说100%，但是基本上会变红灯。那么红灯之后它有绿灯的出现，就说明这一天是短线空方很强，而后变成了多方很强。我们之前有讲过，如果市场出现了红绿灯的红灯后，立马在下一个交易日就出现了绿灯，基本上就说明这一天砸盘的可能性会大很多。像前面这里是不是也出现了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是不是只要红灯出现，空方很强，但空方很强的第2天却突然变多方很强，那么这个空方强的 K 线就有可能是洗盘或者说砸盘的 K 线。所以这一个红绿灯的买卖点有一个就是红灯转为绿灯作为买点信号，而绿灯转为红灯作为卖点信号，而结合 K 线，如果当天是一个强势的阳线，那么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通过红绿灯的日线结构来看，30分钟它
出现了买点，而日线级别目前昨天也出现了买点。下方的 BVD 呢，这一天是下穿的，在这一天大跌之后 ，BVD 直接就一天下穿，下穿之后就有机会是低点变盘。那么低点变盘的确认就是高点能被突破。那么当前的特斯拉也确实突破了，所以特斯拉走到这里，我们认为是低点的确认，而后买点的出现，不管是30分钟还是我们的日线级别，都构成了买点。我们看一下日线的跟踪，最好它不要在这中途出现红灯，而是保持绿灯，保持无灯。底下的支撑是312.035，而高点的压力是327.65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英伟达。在英伟达的空间上，我们给到的一个压力是171.09。那么最近呢，在这里是出现了盘整，而后甚至还有一个假突破的动作。那么这里呢是一个震荡下的运行，所以英伟达目前还不能说它脱离了震荡，它目前还是一个相对的徘徊，没有很有效的说突破了107.09。但从短线来看啊，其实它是构成了一些向上的方向选择，比如说这里是不是一个运线？是吧？小 K 线基本在大 K 线的实体之内是一个运线，运线后出现了上破，那么遇到前高有一定压力，但它只要不去跌回来这个大阴线的空间之内，我们认为在这里呢，它只要回踩，或者说它不回踩往上继续走阳线也行，都说明171.09是突破有效，那么下一个空间就是178.54。所以短线来讲，英伟达的买点是在突破运线的这一根阳线上，然后防守位呢就是大阴线的高点以及171.09作为防守位，这是结合空间和 K 线买点来去制定的一个交易。后续只要不跌破，我们就持股，那么等待178.54的到来。这是一笔相对建立于空间和 K 线上的交易，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指标如何去反映的。当下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你会看到，不管是170啊，还是中短波的彩虹带，它基本上都是多头，都是向上运行的。而170基本上是没什么效果了，现在，因为它的中短波的趋势就足以支撑它目前在运行。而股价每一次回踩我们的飘带时，它只要不去跌破，只要不去改变这个趋势，那么这个波段中短波就还是趋势看涨的。所以回踩到飘带上出现了红灯，而后转为绿灯，这是不是一个买点？好，买点在飘带附近产生，那么这里波段看涨，所以这一天的绿灯作为一个买点，而后突破运线的高点，这一天作为一个买点，那么我们在这里是2次的买入机会，后续保持绿灯无灯，那么不出现红灯之前，整体阿哲认为还是可以往上178去看一看，当然左边的高点就不要产生太明显的压力了，最好下一个交易日就能过去，不然的话可能还要再踩一踩这个飘带。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呢是172.35，高点的压力是174.11，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AMD， 目前你所看的是 AMD 的图表，在这一波上涨当中，其实 AMD 是很强势的，也很标准啊，每次回调没多久，基本启动阳线啊，仿包阳一出现啊，就出现上涨了，是吧？这里是10日星后的仿包阳，是一个早晨之星。这里呢也有一个反包，现在呢这里也有一个反包，所以整体来讲，你作为技术面来看啊，是很容易找到买点，很容易去把握到的。不管是之前这个位置它在飘带上啊止跌，还是这里出现飘带上的止跌反包阳，效果都还是挺不错的。所以上期视频在这一个启动点之后，我们说看到下一个目标是166.19和168.56。昨天呢是碰到了167附近，而后回落，那么最后收盘是略微收在166.19之上。所以接下来你要看一下能不能够站得住这个空间。如果这里真的有明显压力，那么你要小心，这里一旦回落，那么有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波段的小高点，就是类似于前期的这些位置。那么在目前的价位上，你就没有必要再去买进了，除非很强势的阳线能够去突破，你可以去做追涨，但是一般也不太建议。我们更加喜欢的可能是遇到压力位附近去找高抛点，而后波段强势时它回落其实还会有买入点，你再去找买入机会，再去看涨即可。你会发现对于每一个上方的压力位，它都不是说一瞬间就突破的，它很多时候会回来一下再去突破，然后再回来一下再去突破，所以遇到这个压力位，它直接能够度过的可能性不大，一旦直接度过，还真的有可能是再次的强势的加速。
那不管这里涨不涨，那么除非你是前期买进的，不然这里呢你就尽可能不要去做追涨交易会更好一些。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到的就是 AMD 的日线图表，在飘带附近所出现的任何回踩、任何的止跌，都是建立在中短波趋势向好时的一个买点。所以不管是这个地方的仿包阳，还是这些位置的仿包阳，亦或者是最近长下影线的仿包阳，是不是都是建立在彩虹带、紫色带上回踩的买点？所以这都是很标准的。那么目前的这个上涨，在波段上来讲啊，有点进入到了风险区，因为龙头引力呢出现了一个相对的高危的一个提醒，而 K 线上目前是还没有黄 K 的，所以也可以等待黄 K 的出现。那么在强势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红绿灯，你会发现它最近呢是每天都是绿灯，每天是绿灯都是很强势一种表现，很少见的。所以这种极度强势下呢，就要小心它物极必反，我们要小心它的红灯的出现。这里我们去关注一个数值，就是在周一的时候预测的低点是 164.415， 这个点位如果跌破，就会出现连续绿灯后的红灯，就要相对防范它的风险，因为它刚好也临近166这附近的关键压力，然后高点的压力是 169.23，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英伟达和 AMD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个股涉及的比较多，阿哲除了在circle上可能花的时间会多一点点，其他个股很多时候我们会给到短线的一些简单的策略和点位的判定，希望对您也能够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 circle。现在我们所看到是30分钟 circle 的一个图表，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194附近啊是可以考虑呢去建仓的一个区域，但可惜在194附近所建立的一个买点，后续在反弹时并没有强势的去扭转态势，而是再次的破了低点。所以这个位置呢，其实你可以去继续持有194，而后呢去寻找一个相对宽泛的一个止损位。因为你如果做的是左侧的波段的去进行一个买进的话，很多时候你的一个止损尽可能的可以给它一定的宽泛，不然的话很容易被一些下跌扫掉你的止损。不过这里因为它前面下跌跌得太强，所以阿哲选择的是194附近的筹码先做止损。在7月25号的盘中有讲到，它出现了破底的行为。那么这个破底的时候，它究竟是会加速下跌，还是会出现破底方？下跌之后空方动能消耗，我们是比较难去清楚的，所以这里选择的还是进行先行止损，而后选择在下一个支撑位的反应附近去找到一个白 K 的突破，或者说一些买点。那么下一个支撑呢是在 189.233， 在这个点位没有出现有效跌破支撑，还不能够在反弹时去进行太过于激进的看空。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以一个去寻底的方式去找到一些多头的交易点位。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点位 189.23 啊，离194呢没有离很远，价格在跌破了前方的低点194附近的区间支撑之后呢，来到 189.23， 而后是在最近的这2个交易日没有去跌破，而在这里产生反弹。那么这个反弹究竟它会出现反转，还是说会跟前面一样出现破底，我们也需要去跟踪。但是在这个区间没有跌破之前，我们可以去寻找这区间附近的一个买入机会，而后去设置某一些防守。在每一次的下跌建仓买进时，我们都无法100%的确定它未来能够上涨，不管是之前 176.401 我们去说建仓买进，亦或者是在 181.908 附近我们去选择买进，其实都不知道后面会有上涨，后面它能够这么去涨，都是一步一步我们去跟踪和试错出来的。那包括现在也是一样的，在给到一定的止损能够承担的风险的前提下，我们去试出来它是否能够真正的在这里产生反转和低点。不过我们不能够盲目的去试。那么第一个就是 189.23， 这里如果真的出现阴线的再次下砸，那么周一我们肯定也要把之前的试错或者说之前的建仓买入的筹码要去进行一个放弃去止损。另外一点就是我怎么知道这里更容易能够产生反转呢？很简单，这一个低点产生被跌破之前往上的反弹，如果在下周周一持续，那么最好能够去弹到 197.48， 只要这波反弹能够碰到 197.48， 就说明这是一波足以或者说它是有很大希望改变这种下跌颓废走势的一波反弹，而后只要它能够在这个194、189这个区间不去跌破，那么这种走势将会是试出来了一个底部。
那如果是这种结构性上涨，那么后续我们就在左侧买进之后，在趋势走好之后去右侧的加仓布局即可。而反之，我们如果出现的是下跌再次破位，那么左侧买进的建仓筹码你就需要进一步的去离场，而后这种破位可能就告诉我们这个底位它可能要去再次的二次测试，再严重一点，它有可能真的要走出下跌的 ABC 啊，这一波下跌可能要延伸变成 C 浪的下跌。而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的表现，从指标上来看能够发现什么呢？我们先看到Circle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上前方这一波下跌它是以红灯开始，而后这一波下跌其实日线上一根绿灯都没有产生，还保持着红灯，所以从日线的走势下呢，当前的任何买点都是左侧的，因为趋势并没有变好，而你的仓位要有所控制，毕竟你是在5分钟、30分钟所布局的左侧的买入，所以仓位一开始就不能太重。我们在左侧再试错，等到你试对了，那么一般来讲，日线上应该就会有明显的绿灯的产生，就跟前期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一样。而目前日线是还没有绿灯的，所以更为保守的同学，你想要你的资金用得更加合乎时机的时候的同学，那么你可以选择在日线上等待一些明确的启动信号，那么也是可以的。这里我们看一下，在下周周一时会不会出现绿灯？我们需要关注一个高点的压力是 194.28， 以及低点的支撑 186.08。如果股价收盘价突破 194.28， 那么Circle就会从前方高点下跌以来出现首根绿灯 K 线，那么这是一个看涨的信号。而你再看一下 K 线上，它是一根蓝色的 K 线，蓝色 K 线代表了下跌时所产生的短线超跌，就跟前期这波下跌一样，这里是不是也是蓝色 K 线？蓝色 K 线代表有机会出现短线的低点，超低的低点，而它的确认就是蓝色消失，并且蓝色的高点被突破，那么这里开始是不是走出了一个上行的过程？那么现在这一波也是一样的，跌到周五十日线的时候是一根蓝色的十日线，高点只要突破，那基本上也会有一个绿灯产生，所以这里只要下周周一略微向上波动，而后收盘能够过，基本就产生了一个低点确认的信号，而后作为右侧的一个买点产生。所以这是从日线的角度我们去看到的。如果用日线的信号作为启动后的关注点，那其实呢会更加的安全，或者说更加安稳，但是你可能会错过一些低位的筹码，所以这呢是有舍有得。以上是关于 Circle 的分析，那么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PLTR， 目前所看到是 PLTR 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看到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蓝色 K 线？我们当时是不是在这里也有讲过 PLTR 的蓝 K？ 只要趋势向好时出现了下跌，你如果发现蓝 K 在支撑位出现，那基本上突破之后它的一个买入的信号还是比较可靠的，所以当时用这个蓝 K 我们在这里开始看涨 PLTR， 而后在略微高点的位置认为这里是一个风险要小心，而后再次产生绿灯，再次的看涨。而这一次的回踩跟 LMD 有点像，是不是踩到了飘带出现了红灯，而后第二天是反包，而后是绿灯，最近走出短线再次的上涨，再次的突破新高，所以 PLTR 目前在走一个波段的再次的向上的运行，那么我们就继续跟踪咯，它要么是出现红灯，要么是在某些压力位滞涨，目前是没有的，所以目前还是绿灯，还是看涨。我们接下来除非出现红灯，不然在此之前呢，我们正常去跟踪即可。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57.19， 高点的压力是162，关注这两个价位。下一支标的我们看到 Coin 呢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开始前就有说过的一个内容，就是 Coin 和 MSTR 它都属于对于飘带的回踩，而飘带呢都是紫色带，那么这种回踩时你要关注一下它们的力度，像 MSTR 呢力度相对跌得有点强，但是 Coin 呢它还不错，回调飘带，而后它开始出现的是由大 K 线转为小 K 线，那么 K 线实体代表它的一个动能，所以下跌时动能在减弱，而后周五是一个10日星 K 线，标准的10日星，那么下一根 K 线如果收阳，最好阳线能够强一点，比如说收出这么一根阳线，那是不是就能够产生这种略微有点像是反包啊，强势底分型，亦或者是早晨之星的这种态势啊，那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强的一种反转信号，那么就可以直接看涨，重新认为是回调结束的看涨信号。那如果不能够产生这种早晨之星的态势，那么相对最好也能够有一个绿灯产生吧。
从前方的绿灯而后的调整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调整力度是不强的，因为它连一根红灯都没有。所以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再出现一个调整当中飘带附近的绿灯 K 线。周一的高点压力是 394.57， 低点支撑 383.475，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PP， 之前呢在这一个位置我们应该是讲的半导体指数，不过呢那个指数我们关注的其实不算很多，所以就先不看了，我们把它换成 APP。 那么 APP 呢在最近的盘前也是有提到的，这一波下跌跌到了飘带这里，出现了一个紫色带，而紫色带则说明它之前是有一个空头，目前转为了多头飘带，那么回踩出现红灯，而后转为绿灯，所以这一根 K 线为买点，也是在这一天开始，我们的盘前有讲到 APP 出现了绿灯买点，是不是出现了一天的回调，但是没有红灯，然后再次转为绿灯，所以当下呢是红灯转绿灯买点后的延续阶段，每一次的绿灯啊，你可以作为一个加仓的手段也行。我们看红绿灯周一的表现，它不要出现红灯，低点的支撑是 360.585， 而高点压力是 373.345。 那么这里呢，其实它如果出现红灯，但风险其实也不算很大，因为红灯的话它代表是短线，而底下的飘带它是一个中短波，周期要更大一点，所以这里哪怕有红灯产生，那么其实也只是减仓的信号，但是真正的风险是把这个飘带改变颜色，或者说跌破才是风险。目前的 APP 趋势还是不错的，整体170向上，而后飘带在170附近也转为了紫色带，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机会去考虑一下，它有一个向上的波段，或者说向上的启动。我们再看到下一支标的是 ABGO 博通。博通它也是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回踩飘带有红灯转绿灯，而后这一天为买点，而后启动的 K 线。不过力度上呢，肯定是比 AMD 呢要相对差一点，因为它整体的趋势波段也是比 AMD 要差很多嘛，它基本上是沿着飘带走的，它不怎么远离飘带。所以现在虽然有一个买入之后的获利，但是整体来讲，它的一个力度是不强的。目前呢也没有看出什么离场的信号，或者说有什么风险的信号，我们就整体以红绿灯来去简单跟踪吧。所以它整体的风险哪怕调，它也离支撑是比较靠近的。我们看到周一的点位，关键的低点支撑是 288.725， 高点的压力是 294.045， 而高点的压力是 294.049，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APL 苹果。苹果的走势在回踩了飘带也是红灯之后这一个绿灯，只是它没有立马转，它是隔了一段时间再转的，但也是看涨信号。在上涨之后呢，我们看到左边的黄 K 它一直迟迟没有突破，所以苹果的多头还是不强。如果你是做多苹果，目前呢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就是不强除了不强没有太多的问题。左边的黄 K 没有突破算是有那么一点点要小心的，因为压力位附近反复的受阻回落，这个不太好，所以最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阳线再次的上攻，把左边的这个黄 K 高点能够吃掉，那么会延续去脱离这个飘带的范围，乖离才会放大。不然的话呢，它慢慢的走，慢慢的延续这个飘带也能涨，但是整体来讲就会弱很多。它是不是有点像飘带往上走，上方在压制，所以这里构成了一个相对底下有支撑，上方有压力的一个收敛状态。那么按照目前的收敛的状态，很快下周应该就会有明显的要么向上走，要么有一个向下的阴线要去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收敛的状态。而它在绿灯之后呢，又是长时间的没有绿灯，也就是说它还在消耗一些之前强势的动能，而目前没有再次走强，我们小心红灯的出现。关注下周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是 213.64， 而高点的压力是 215.48，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eta 它的上涨是不是之前是通过蓝 K 的突破来去判定的？突破之后呢，也确实有了短线的向上的波动，但是整体来讲不太好，不太强。就是它的一个飘带已经由紫色转为了黄色，紫色带呢有支撑以多头为主，而黄色带有压力以空方为主。目前是一波反弹之后来到了这个黄色带附近，而后收了2天的阴线，一天是假的，一天是真的，而指数呢走势可比较强。
所以目前来说 Meta 它不算是一个强势股，甚至有点要往弱势股的方向走了。这里又是一个飘带是黄色带附近的红灯，所以当前的 Meta 这一波反弹走到这里，开始要大幅的短线的获利兑现，要相对的小心。除非后续能够再次走出上涨阳线，把飘带由缓转止，而后我们再去看，这里呢就不太作为做多的一个比较好的首选标的了。我们看一下，如果在下周周一能够出现绿灯，那还可以去有所参与，因为红灯转绿灯又突破飘带的话，还是可以看一个上涨的。如果没有的话呢，就相对小心了，就说明它依旧还处于红色的这个红色 K 线的空方当中。我们看到周一的低点支撑 707.915， 高点的压力是 716.665， 关注这两个数字。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MSTR， 它跟 Coin 是一样的，也是对于飘带的回踩，但是 Coin 呢强就强在它没回到飘带之内就出现了实心止跌，而 MSTR 它是有所下跌力度相对的长阴线，而后还持续的有跳空。那么 MSTR 整体来讲就趋势要比 Coin 弱那么一些些，但它目前对于飘带也还不是有效的跌破，飘带呢还有一定的宽度，它只是第一根跌破 K 线，所以有可能是假跌破，它也一样在红灯之后持续的是一个红灯，那么我们等一个绿灯，或者说等一个反包阳都是可以的。这个位置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circle了，它也是蓝 K， 也等待突破，也等待绿灯。关注一个价格，高点的压力是 408.42， 低点的支撑是 399.67， 关注这两个价格，突破 408.42， 那么就是一个绿灯，而后也突破了蓝 K， 那么就作为一个买点。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在加速之后，目前有那么一点点不太明朗的地方，就是它有一根很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这种阴线，肯定也是伴随着大幅的放量。那么这种呢属于决策假阴线，而后它伴随着一般会有比较多的套牢或者说压力。而在下一根 K 线呢是阳线，没有跌破它的实体，所以这里呢还算是防守位止得住，没有出现卖出信号。这个位置如果出现了一根阴线，把前方的阴线的实体下沿收盘价给收盘跌破，那么这里就是走弱的现象，就要小心它要往飘带去回归。所以当前呢不作为谷歌的一个买入条件，它虽然还是保持绿灯，保持上涨，但这里呢只能够持股待涨，等待减仓或获利兑现的信号，而不要随便的去在这里去买进，风险是有的，左边是有一个压力的。我们看到红绿灯周一的点位，低点支撑是 193.105， 高点的压力是 196.25， 关注这两个价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阿斯麦呢，在这次的下跌当中，是不是出现了连续的红灯？它是没有抄底的一个信号。上期视频它是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所以这里呢有一个买入的信号。又有一个170还在往上走，所以170呢这个地方是有所支撑。那么整体来讲，它属于一个中长期有可能处于趋势低位的可能性的结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执行的是去博弈它的一个底部区间。这里我们给到一个相对的中长期的一个支撑，那么红绿灯在这里呢不作为主要的参考，我们看的是前方的这一个低点。你既然做的是一个相对的中期、长期的一个底部的判断，那么这个地方的筹码，我们在它出现再次破位之前，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可贵的或者比较珍惜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构成了两个绿灯2次的一个买点。那么本次的回落，它只要不去击穿前方这一根跌破170的2根 K 线的低点，我们说的是有效跌破的判定之前啊，这里我们就以做多为主，以持股待涨为主。那么跌破之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止损。而如果能不跌破往上去运行，我们之后再寻找新的一个加仓点，这是对于阿斯麦的一个判定。目前呢，依旧认为这个低点的支撑还是有效的，还是可靠的。而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根红灯 K 线，它短线上来讲呢，我们不以红灯在中期波段的低位去做一个卖出，但是如果它出现了红灯后转绿灯，你可以作为再次的一个低位加仓的信号。那么这里我们看一下红灯的判定，在周一的时候关注低点支撑是 705.65， 而高点的压力是 712.2， 关注这两个价格。亚马逊在前期飘带附近出现了一个市场的转灯，是不是转成了一个红灯？红灯是不好的，但是后续又转为了绿灯，所以整体的亚马逊它的一个波动规律呢相对比较乱。
前面这里还好啊，就回踩这个飘带附近呢，还是有一个蓝 K 突破的买点。那么后续呢也有红灯转绿灯的买点，但最近开始有点乱糟糟的啊。这个上涨时出现了一个红灯，然后相对的调一调又出现了绿灯。它这里是一个运线上破，所以看涨呢是可以看涨，但不算是很好操作，所以基本上也就只是关注跟踪，那不以此呢作为首要的做多的一个方向。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30.66， 高点的压力是 231.96， 关注这两个价格。而后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SMCI， 在上期视频，不管是 SMCI 还是台积电，我们也是给到了它是一个回踩后的红灯转绿灯，所以是一个买点。最近这2根 K 线呢也有所上涨，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波动。那么当前对于左边的高点是不是突破了呀？所以 SMCI 当下呢依旧看一个波段的上行，比 AMD 的趋势弱一点点，但是整体还是不错的，比很多股票都强。左边的联阴基本也是上根阳线突破，所以当前看涨。那么等待要么是黄 K 出现，要么是底下的 BBD 上穿要小心，或者说红灯出现。我们看一下预测值，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53.045， 而高点的压力是 55.94， 关注这2个数值。最后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也是出现了相对的图谱，就是回踩之后，它更加强势的是还配合了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加回踩飘带有所支撑，这种低点支撑的效果就会很好。所以有些左侧的买点，像 AMD， 我们是不是就是用左侧的方式买到这种支撑的影线附近？而第2天是仿包阳，回踩飘带仿包阳。然后加上红灯转为绿灯，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买入信号。最近2天也算是有不错的上涨，波动比 SMCI 相对少一些些。它的左边连阴下跌是没有去突破的，所以左边呢还是有压力。整体来讲比 SMCI 弱一点。同样的，关注它的红绿灯，低点支撑是 243.27， 高点压力是 248.57， 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就是7月26号的美股周复盘行情快报，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更多精彩内容下期再见，拜拜。